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视盒子。首先，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在2025年的今天，53元的电视盒子能否满足稳定、流畅运行、观看 4K 视频以及局域网1080游戏串流这个任务呢？好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期视频。首先，这是一集观众投稿的视频。事情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11月15日，我发布了一期 Sunshine Moonlight 组建局域网游戏串流的一个视频。本意是想分享我给我们家的孩子搭建了一个局域网游戏串流的这么一件事情，并且这个游戏串流的体验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叫神选咸鱼路飞飞的观众进行了留言，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互动，主要是说他在串流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他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串流的电视有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实在不行买个电视盒子吧。然后后面他就自己去完成了一些操作，直到2025年的3月8日，他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就是说他搞定了这件事，我就对他表示了祝贺。然后深入的聊了一下，我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是他买了一个盒子，加上蓝牙遥控器，一套是60元，然后盒子也挺新的，也能稳定的实现这个串流，有 WiFi 有蓝牙，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我就忍不住买了一个回来试试。这个盒子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它那个单麦机头，就是这个机器本体是45元，然后我加了一个蓝牙遥控器收了8元，所以一共是53元。实际上不需要用蓝牙遥控器，用红外遥控器也挺好。然后我没有要电源，因为我家里有备用的统一规格的电源是12伏1安，所以如果加上电源和红外遥控器差不多也是8元，所以就是这期视频标题里的53元。然后盒子拿到了以后很简单嘛，就是把系统更换成 ATV 系统，因为我比较熟悉 ATV。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稍后我会出一期简单的系统更换视频，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系统更换完了以后，就是第一次进入系统，这是第一次进入系统的照片，很熟悉的 ATV， 没有任何的问题，系统也很流畅。紧接着我装了一下 AW4， 在系统里面可以看到S905L3A 这些参数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运存是内存是2G， 然后可用内存大概在1G 左右，应该也是够用了的。然后无论是 CPU 和 GPU 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线网卡是多少，它没有展示出来，我也看不太清楚。那么我们就上我们的传统技能 Homebox， 我把插在，这是第一张图片，编号1是插在盒子上的有线网口，用有线插上进行的测试，实测是一个100兆的网卡。然后拼值还稍微有一点点高，然后我又测了一下无线，用的是 5G WiFi， 连上去的无线大概是262兆，在这个水平上。再然后我想折腾不能就折腾到这里为止，我就试了一下 USB 外接网卡，然后我有一个100兆网卡接上去是可以用的，所以是93兆的一个速率，然后它的拼值比第一张图的那个机器上的就是板载的那个有100兆网卡要好一点。然后我手里面一共有3个编号的网卡，1和2都是 2.5G 网卡，分别是 USB 和 Type-C， 这两个接上去都没有办法识别，我觉得应该是驱动的问题。3号网卡是一个非常老的那个100兆网卡，就是这期就是这个后面看到的3号测试图的这张网卡。所以我觉得 USB 扩展网卡到1000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挑有那个对应驱动的这个设备。接下来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环节，因为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是 4K 视频播放和 1080p 游戏串流，所以我就装了下面的2个软件，分别是云视听小电视和 Moonlight。云视听小电视用来测试 4K 视频播放，然后环境是用我的 4K 显示器加上 5G WiFi， 因为 4K 显示器那边没有网线。然后请看下面的这个视频。OK， 我们来测试一下 B 站的 4K 视频播放。第一个这个旅行视频，我们进去。好，视频已经开始播放了，它提示 4K 试看。
我们来前进和后退一下，这样 OK， 很丝滑，再前进一下。离我只有40米。好，我们现在在后退。然后我就问他呀。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清晰度，清晰度是 4K，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又测试了一下 Moonlight。Moonlight 是测试 1080p 游戏串流，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1080p， 因为我的就是游戏的那台 PC 性能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只能输出 1080p 的信号，那我在投影仪上也是用 1080p 来接收，所以就是1080 to 1080，然后用的是百兆有线，因为在当时测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的有线是百兆，我以为是1000兆，但一样是可以流畅运行的，请看这下面的这个视频。好，我们来演示一下真三国无双起源的局域网串流。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延迟几乎感觉不到。如果您对局域网串流游戏的现场视频比较感兴趣，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个双影奇境的视频，是基于相同的设备和相同的环境拍摄的，这个视频的时长会更长一点。接下来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53元加较好的成色，我觉得这是一款有性价比的产品。然后性价比一直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且这个产品不难买。然后接下来我觉得 S905L3A 加 2G 的内存是电视盒子在2025年的一个及格线。在这里说一下 S905L3A 和 L3AB 这两款 CPU， 它们其实你可以把它认为是等同的 CPU，A 和 A-B 的唯一的区别就是 B 支持了杜比的一个音效，主要的标准就是 4K 视频的流畅播放和 1080p 游戏串流。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4K 的游戏串流，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个 4K 的输出设备，所以我就没试。如果您试了，欢迎来做反馈。然后百兆网口稍微有点遗憾，但是 USB 网卡扩展是可行的，那么只要在兼容 OK 的情况下，扩展到1000兆问题也不大。然后我在正常频率就是测试使用了7天，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主要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视频播放以及游戏的一个串流。然后这边特别提醒一下，更换 ATV 的这个系统很重要。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关注我后续发出的更换系统的相关视频，也可以点个关注。然后我再特别提醒一下，我非常愿意和每一位观众进行交流，如果你有意思的选题，欢迎发给我。是这样。好的，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的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谢谢。